当楚风离开之后，这座契约大阵再度变化，不仅出现了隐藏之力，还出现了隔绝之力，将整座封锁大阵彻底隐藏起来。蛋蛋等人无法再看不到外面的情况。混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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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风！蛋蛋被气得不轻，但眼中更多的是担忧与不安。他一边咒骂楚风，一边围绕着牢笼认真观察，想要寻找可以出去的方法。但越是寻找，越是绝望。这封锁大阵根本无解。楚风回到了传送阵的位置，因为这座世界也在神体天河，所以传送起来花费时间倒不会太久。但楚风并未立刻踏入前往金川上界的路途，而是拿出了一道罗盘。这罗盘较为特殊，更像是一个地图。催动法诀，罗盘变化，9道天河于罗盘浮现，很快其他天河消散，便只剩下了神体天河。其中一道微光出现在神体天河的平渊上界。狡兔三窟吗？楚风有些无法确定，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前往平渊上界的传送隧道。小东西，你是如何锁定他们的？哦，本王知道了，是你送给那小丫头的吊坠是吧？此刻修罗剑的声音响起，他见多识广，很快便意识到楚风送给小鱼儿的吊坠暗藏阵法，能够锁定小鱼儿的位置，而楚风则是立刻将意识投射到了界灵空间之内。你会帮我吗？楚风看着修罗剑问道，但他没有像之前那般特别期待，反而表情平静，他并没有抱有什么期望。本王才不会参与你这种破事，就算你死了，本王也会毫发无损。你最好不要寄托于本王会为自保而保你性命。修罗剑道。闻言，楚风也不多言，直接将意识投射回本体。他催动宝物，不惜代价，以最快速度前往平渊上界。虽说此地距离平渊上界不是很远，可他先前布置困住蛋蛋等人的大阵耗费了一些时间，他害怕这耽搁的时间内出现岔子，所以你这小东西一点把握都没有，纯粹过去送死。修罗剑声音再度响起。之前不愿说话的他，不知是因楚风体内界灵没了太孤单，还是其他原因，今日话竟变多了起来。我一个刚刚踏入真神境的人，面对那具体实力未知，但却能够轻易击败3品天神的种族，能有什么把握？楚风说道。没把握你还去，是非要送死不可？修罗剑问。楚风没有回答，他又不傻，自然知晓此行凶险无比，正因知道才将蛋蛋他们关起来。没办法，小鱼儿他不得不救。行，你这小东西还算有点勇气，本王有点欣赏你了。这个本就是你靠自己夺来的，就物归原主吧。修罗剑此话说出之际，一颗珠子自修罗剑内漂浮而出。楚风意念一动，在其面前便立刻浮现一个面积较小的结界门，那颗珠子从中飘出，此珠正是太古沙海内所得。楚风原本都想放弃了，是修罗剑非要楚风去拿，楚风才去拿。拿到后便将这颗珠子丢到界灵空间，被修罗剑所控。但毕竟这颗珠子经过了楚风的手，凭借楚风的观察力，也是早就知道这颗珠子的作用。这颗珠子蕴藏着堪比1品天龙的阵法之力，只不过它是一座防御大阵。但就算是防御大阵，于楚风而言也算是绝对的底牌了，毕竟他面对的可是拥有100名天神的神族。算你有点良心。楚风将珠子放入了胸口，可以随时催动。可修罗剑却不再言语，再度进入了装死的状态。平渊上界是一座极为辽阔的庞大世界，但庞大并非能够吸引众多势力居于此地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还是此地资源与修炼之地较多，就连天地能量也更为那浓郁，且神体天赋并未独占，因此才造就了平渊上界的繁荣景象。可于这方上界，传承数万载的势力却不知道，在平渊上界的地底深处，还有着一座同样辽阔的地下世界。这下面的人比他们来的要早，并且这地下世界内同样有着源自于远古时期的传送大阵，只不过这座传送大阵只能链接地底世界，也只有神族知晓。眼下神族的所有族人都已经从金川上界转移到了平渊上界的地底世界之中。地底世界内也有蓝天白云，茫茫白云之上竟漂浮来一座精致的白色宫殿，正在赶路。而在白色宫殿周围有着多名神族之人随同飞行，看似在守护白色宫殿，实则看守殿内之人。而小鱼儿便端坐在其中。宫殿封锁，他看不到外面的情况，也无心去看外面的情况，美眸之中是藏不住的沉重心事。嘎吱，忽然殿门打开，是神医走了进来。鱼儿，你现在反悔还来得及。神医对小鱼儿说道。我的决定早就说过了，不会改变。小鱼儿说道。但你有没有想过，你今日若是选择牺牲自己，只能换来你仙海鱼族的安然离开。可你若是愿意嫁入我神族，成为我的娘子，你仙海鱼族将一步登天。神医说道。你不要表现出一副为我考虑的样子好吗？我仙海鱼族是相信你们才举族搬入你们的领地，可你却借机控制我族，从而要挟于我。小鱼儿目露怒意。神医淡淡一笑，话不要说的这么难听，你仙海鱼族敢搬入我神族领地，还不是看我神族弟兄虽有100位天神，但却都是1品，自认为能够掌控我们，想让我神族为你仙海鱼族所用。
只是你们没有想到，我神族的力量能够压制你们修为。你爷爷与父母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既然大家都是个有所图，那么败了便也不要说自己委屈。小鱼儿不服，我仙海鱼族从未有过对你神族不利的想法，是你们撕毁了联盟的条约。鱼儿，事已至此，说这些又有何意义？倒是你的决定才是真的能够影响你仙海鱼族的未来走势。你若真为你仙海鱼族考虑，就应当嫁给我，至于感情可以培养。神医说道。此事不必多言，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嫁给你的。小鱼儿道。闻言，那神医脸色阴沉，走到楚风近前，探手一抓，小鱼儿脖颈上的吊坠便落入他的手中。你离开之前未曾见你带过这个东西，是那只叫楚风的蝼蚁送的？神医问道。与你无关，将它还给我。小鱼儿上前抢夺，神医道也没有语气争抢，就任由小鱼儿将吊坠从其手中拿了回去。我再问你一句，是嫁给我，还是牺牲自己？神医再度开口，语气远不如先前那般亲昵，反而是威胁的语气。小鱼儿目光正是神医，以极其认真的语气，一字一顿说道：我仙海鱼儿不会嫁给你。闻言，神医面容更加冰冷，随后其大袖一挥，轰的一声，这座宫殿便被其彻底摧毁，而外面的一切也是映入了小鱼儿的眼帘。他们还在半空之上，而下方乃是一座一望无际、堪比平原之地的浩瀚广场。广场之上不仅铺满了精致的礼石，每块大理石上面都雕刻着精致的符咒，那符咒相连，乃是一体。这一眼望不到头的浩瀚广场是一座无边大阵，广场最中心立着一座高达数万米，云端都只能漂浮在其脚下的金色雕像，雕像栩栩如生，仿佛孕育着生命。这便是神族眼中的神祖雕像。之前神族在金川上界用炼化阵法，以修武者最为祭品，祭奠的正是这座神祖雕像。在这神祖雕像的最下方有着一座凸起的高台，那是阵眼，也是祭祀之地。虚空之上还聚集着数千万神族之人，他们立于虚空，整齐有序，以特定的阵型围绕神祖雕像，实力有强至弱，由内至外，是在为某种仪式做着准备。而一众神族大军上方还站着99人，以君临天下之势审视一切，一副主人的派头。他们也的确是神族最强的存在，皆是天神境，也都是神医的同胞兄弟，那神白也在其中。不过此刻小鱼儿的目光却投向了下方一处偏僻之地，那是广场的一气角落，密密麻麻的全是人影，于高空观望，就像是大片蚂蚁聚集在了一起。那是仙海鱼族的族人，世人眼中一方天河霸主，高贵的仙海鱼族人们此刻竟然几人的聚集在一起，且每个人的双手双脚都被金色的锁链捆绑，就连他们的嘴上都戴着如同给牲口戴的金色罩子。这其中也包括了仙海鱼族的所有顶尖强者，小鱼儿的爷爷、父亲、母亲以及他的哥哥仙海少羽都在其中。可所有人都是相同待遇，就像是一群畜生被圈养在了那里。这与站立于虚空之上的神族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小鱼儿无比愤怒地看向神医，神医，你说过今日之事不会让我族人知道的。他并不诧异族人被这样对待，更在意他们出现在这里。本神是说过，你若选择牺牲自己，本神可以不让你的族人知道，只不过本神又改主意了。神医此话一出，一阵哄笑传来，是神医的弟兄们，他们都在用藐视的眼神看着小鱼儿，包括神白与神医。下方传来声音，仙海鱼族的众人听到了神医和小鱼儿的对话，知晓真相之后，情绪变得激动起来，可他们说不出话，甚至暗中传音都不行，只能发出呜呜的声音。小鱼儿看着自己的家人们，眼中尽是心疼，于是又看向神医，语气缓和了许多，你到底想怎样？怎样？神医冷笑一声，我神族乃是这天地间最高贵最神圣的族群，可我与我的兄弟们并未懈怠，反而异常努力。我们经受了足足5万年的锤炼，才降生于世，苦修1万年，才踏入天神境，有了今日成就。高贵的身份，刻苦的品质，我神医都有，自然有资格做这天地的主人。我族有观望外面的手段，你可知为何我神族从不观望外面的情况？是因为不屑观察那些蝼蚁做了什么，也不在意他们能到达什么境界。反正只要我神族出事，他们便只能选择臣服或是死亡。可本神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我有朝一日会输给一只不足100岁的蝼蚁。仙海鱼儿，这份耻辱是你给本神的。神医那恶狠狠的目光让小鱼儿明白，这是神医对他的报复。于是小鱼儿没有任何祈求，而是直接飞落而下，落在了祭坛之地。开始吧。见话已至此，可小鱼儿依旧没有改变心意的打算。神医眼中冷冽更加浓郁，就连嘴角都气得一阵抽搐。但很快他怒极反笑，只是笑容却极其阴森。很好，他看向了仙海鱼族的众位族人，最终目光锁定在了小鱼儿父母的身上。你们运气不错，有一个好女儿。现在你们的女儿为了你们，准备将自己作为献祭之物献祭给我神族，你们也将因此捡回一条狗命。但这是你仙海鱼族的荣耀。他此话说完，
整个仙海鱼族族群都更加激动，所有人的目光都充满杀意，尤其是仙海少羽以及小鱼儿的父母和爷爷，恨不得将神医碎尸万段。可神医却越发得意，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神医看向神族众人，大袖一挥，开始。一声令下，神族众人同时捏动法诀，金色光芒普照天地，随之浩瀚广场的符咒接连亮起，由内至外快速蔓延。原来不止广场，整座地底世界竟都是大阵。献祭大阵，大阵已被彻底催动，耀眼的光芒竟冲出地底世界，覆盖到了平渊上界的表面。突然出现的金光引得世人惊叹，还以为是至宝出世。可很快他们便意识到事情不妙，所有人都感觉丧失了修为，大地具有恐怖的吸力，将他们牢牢吸住，动弹不得。最可怕的是，那吸力不仅吸着他们的身体，就连灵魂在被吞噬。很快灵魂被撕裂的痛楚席卷全身。不过顷刻之间，大人的哀嚎，孩童的哭喊自平渊上界各处响起。无论是何境界，无论男女老少，但凡被那光芒笼罩之人，都无法逃脱被吞噬的命运。这便是神族从金川上界转移到平渊上界的原因。他们催动献祭大阵，除了他们自身的力量外，需要庞大数量的修武者，甚至平渊上界天地能量充裕也与神族有关。他们一直在布局，在吸引世人在此定居，为的就是这一天。但平渊上界的所有人不会立刻死去，这一切只是刚刚开始，但却已经有强大的力量融入到献祭阵法之内，最终汇集到了小鱼儿所在的献祭之地。现在的力量是要融入小鱼儿体内，从而使得小鱼儿能够更好的将他的血脉献祭给神祖雕像。只是这股力量对小鱼儿也会造成不小的冲击。小鱼儿痛得眉头紧皱，很快连精致的脸庞都痛得扭曲起来。可他依旧在忍受着，没有丝毫退缩之意。神医在内，所有神族之人之前对小鱼儿的都很好，可现在却全都冷漠地看着小鱼儿。好日子不过，活该。神白咬牙切齿，没有同情，没有心痛，只有恨。这便是他们所有人的态度。若是小鱼儿愿意嫁入神族，他们会继续礼貌相待。可小鱼儿执意选择这一条路，他们便只会觉得鱼儿该死。